你敢相信吗？在茫茫的大漠之中，有一湾清泉已经存在了上千年。这里的蒸发量是降雨量的60倍，但它却从不干涸。这里有沙尘暴的肆虐，但它却从不被掩埋。它就是号称天下第一泉的敦煌月牙泉。有人说它是沙漠之眼，也有人说它是先人的琴泉。这里每到深夜还会发出神秘的光芒和音乐。更神奇的是，它竟然处在阴阳太极的地貌之中，甚至还有人说这下面很可能有一座大墓。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鸣沙山，揭开月牙泉千年续存的秘密，看看它到底是天然奇迹还是人工续命。离开了瓜州锁阳城，我就直接导航到敦煌月牙泉，全程160公里，需要2个小时。途中还经过了几处非常有趣的现代雕塑。后面的这座雕塑啊，是叫做无界，它的作者呢是清华大学里面的一位美术系的教授，创作灵感呢是来源于敦煌莫高窟榆林窟里面的亭台楼阁。原来呢是用一根根钢管啊雕塑而成。看到这上方啊，还是有一些灯光。那晚上在这里开车过的话呢，可能会非常的壮观啊。看完了无界这座雕塑之后呢，现在把车开到前方去，看看那一座大地之子。看来在众多雕塑当中啊，大地之子是最受欢迎的一个。看看这些游客特别多，现在呢就走进来看一下。好多人在前面拍照呢。大地之子的长度呢是有15米，高度4.3米。这个雕塑啊，看起来是一个小男孩，是趴在大地上，被称作大地之子。这是小男孩的屁股，这边的宽度啊达到9米。小男孩的头部啊，足足有一个房间那么大，非常壮观啊。刚刚用无人机航拍了一下，从上空来看呢，更加的壮观。这一边呢还有骆驼可以骑啊，不过估计骑一次呢需要100块。现在继续往瓜州那个方向走，前方啊还有一个汉武大帝的雕塑。在这个地方雕塑了一个汉武大帝的头像啊，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，因为河西走廊这块地方啊，就是汉武大帝派霍去病啊打下来的。走进来看看这座雕像，汉武大帝的面容啊，看起来呢是非常的有威严。离开了汉武大帝雕塑，此时距离月牙泉还有117公里，需要1个小时30分。来到月牙泉景区，我在停车场休息了一晚，第2天才进入景区。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鸣沙山月牙泉，这边是游客中心。现在过去买一张票，检票进来了。这里的门票110，3天有效，但我应该1个上午就够了。鸣沙山月牙泉，大家都在这一块石头这里啊打卡。这里后面呢还有一座5殿顶的大门啊，大门的后面呢就是浩瀚的大沙漠了。大家进来这里面游玩啊，无人机呢就不要带进来了，因为天上啊不仅有直升机飞来飞去，还有滑翔伞。鸣沙山月牙泉，中国敦煌世界地质公园。现在就进入沙漠。这一座大门还是比较有意思啊，表面上看呢像是一座5殿顶的建筑，但实际上呢就是一座大门，而且大门的2边呢还有烽火墙。神州圣境，明月广场。在沙漠当中散步啊，就是要穿好这种鞋套，
不然的话呢，等一下鞋子里面呢都是沙子。这个踩在沙子上面呢，基本上就等于说是一次性的了。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在这里呢是可以体验骑骆驼，骑一次130，时间呢大概50分钟。穿着这种鞋套在沙漠里啊，就可以随便踩了，不用担心沙子会进入到鞋子里面。月牙泉应该就是在这个方向啊，因为看到这边呢地势比较低洼，而且看到一些建筑和树。这些骆驼队回来了。景区里面呢，总共是有2400多头骆驼。现在是早上，可以不需要排队。如果说是在傍晚时分呢，要排队才能够坐上骆驼。看来走到鸣沙山的山脚下还是有一点距离啊。月牙泉就是在这边了，但是非常可惜啊，这里不能飞无人机，所以说拍不到全景。如果说要拍全景的话呢，就要登上后面这座鸣沙山了。这座山呢是有300米高，相当于100层楼的高度啊。那现在我们一起登上鸣沙山，去拍月牙泉的全景。等一下呢，再下来月牙泉的周边呢来游玩。如果说要直接从沙地里啊这么走上去的话呢，就会走3步退2步。不过还好，景区呢是在鸣沙山的山壁上啊，放置了这种梯子，而且呢是固定的。那走这个梯子呢，就要轻松得多了。这里海拔虽然不算高，只有1100米左右，但是想要爬到山顶呢，还是有点费劲啊。不过在这里呢，就已经可以看到月牙泉的全景。我也好奇旁边的这些建筑啊，是有什么作用啊？等一下呢，我们下去再来看一下。走一走斜坡这边，是不是每走3步退2步？看看这栏杆上的旗子，就可以很好的证明这里的风啊是从下面往上吹。终于上来了，在这里啊就可以更好的看到月牙泉。当站在山巅的那一刻，感觉整个世界忽然安静了下来。眼前一湾碧蓝色的泉水静卧于金色沙丘之间，就像被细心珍藏的一滴眼泪。它东西长218米，南北宽54米，平均深度5米。如此纤细的水体，竟然在这无垠的沙漠中安然存在了上千年。它曾被汉代人称作沙井，唐代人唤作药泉，直至清代因形似弯月才得名月牙泉。民间相传，每至深夜，泉中都会泛起微光，并有丝竹之音缭绕，似有仙人在水畔低语。虽未能亲眼见到那般玄妙的情境，但立于泉边，已能感受到一种悠远而宁静的神秘气息。原来月牙泉所在的位置是古党河的河道，河流改道后，别的地方都被沙埋了，唯独这里靠着地下水的补给活了下来。更绝的是地形，鸣沙山把它环抱成一个山洼，气流在这里形成上升的旋风，把沙往山顶上吹，而不是往泉里填，所以才说泉沙共生，风吹沙不落。甚至还有人从风水的角度来解释，沙山为阳，泉水为阴，构成太极平衡，甚至长宽比例4:1，对应4象8卦。难怪有人问，这下面会不会有一座大墓？但月牙泉也不是永远都那么坚强。到了1985年，它突然快干涸了，水位暴跌，月牙形都崩了。当时采取了紧急人工注水，结果水浑发臭，根本融合不了。后来人们才明白，必须恢复原始的地下水循环。于是他们在上游党河修了5.8公里长的渗水厂，分割成12个池子，让水自然渗透3到5天进入地下水系。网上流传着一个数字，这套渗水系统花了47个亿，这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。这个位置斜坡非常陡，刚刚风一吹，哇，满嘴都是沙子啊。那现在我就从鸣沙山的山顶往下面走，从这里下去呢没有梯子，而且坡特别陡，一不小心呢就要从这里滚下去了。我发现不能这么直走下去，这样的话呢很容易摔倒，应该要斜着走下去。不过走下去呢就要轻松得多了，走2步可以当3步。
从鸣沙山下来，全身都是沙子，而且这个矿泉水瓶上啊都是沙子。月牙泉又是一个打卡的点。原来月牙泉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月牙形状哎，看一下中间这里是被围了一道弧线，是人工啊故意把它修成一个月牙的形状。那看一下这边呢也是属于湖水嘛。在月牙泉的周边呢是长着很多芦苇，此时此刻让我想起一首曲子《芦苇荡》。那现在呢我们就沿着步道上去上面那座建筑来看一看，看看到底是什么建筑啊。上方的那座塔是叫做月泉阁，还有一座建筑啊是全石陈列馆。那这上面的建筑呢其实啊都是新修的了，不过这种风格的建筑放在这里啊还是蛮应景。这里面呢就是一些餐饮店铺。山泉辉映，月泉阁，这就是月牙泉以前的建筑格局，看起来和现在有点不一样啊，起码没有那一座月泉阁。这上面有一张1907年的月牙泉照片，还有1926年的，看起来和现在还是很不一样啊。要上去这座月泉阁的话呢，是从旁边的阶梯这里啊上去，上来了。不过呢，还要再走一条过道。哇，确实漂亮。这里还写着“第一泉”，真的是名副其实。这里面呢，就是摆放着很多许愿牌了，是一个文创店。在这里啊，就可以很好的看到月牙泉了。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，确实是一弯月亮啊。月牙泉让我看到的不只是地理的奇迹，更是生命的哲学。它在最荒芜的环境中静静地存在着，倚仗的是天时与地利，也依赖后来人们的察觉与守护。我想说的是，也许每个人心里都该有一汪月牙泉，在生活的沙漠中温柔而坚韧地活成自己的绿洲。